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根儿烂了呢？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根儿烂了，这个根儿烂了，所有看见的表现形式，我们大家知道，那再繁荣，你看见的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树的根基已经烂了，甭管这个树有多大啊，这棵大树几千年以来枯了，再重新新生，再枯了再新生，再枯了再新生，这么轮回。现在呢，又到了一个轮回了，又是完全的枯竭了，从根上枯竭了，又准备着一个新生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个根枯了呢？我总结了一下，其实小的问题多极了，10个大的中国共产党做的骗局，就是如果没有这10个大的骗局，那中国这个根现在肯定还是挺茂盛的啊，挺茂盛的，繁育的不少。第一个大的骗局呢，就是政治制度的骗局，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谓的共产主义制度。这是个大骗局，这个我们走到今天大家都明白了，在这个制度里面没有民主跟自由的概念，没有民主跟自由的逻辑。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里，共产党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充满着全是独裁和自以为是的概念。从马克思创造到今天，就是你一读完了以后，他的整个的书，你发现就是充斥了独裁跟自以为是。一切东西都是上面像有一个神一样把这东西都把控了，人民就都好了，就都富裕，就这个那个的。但是整套体系里没有自由和民主的任何逻辑和概念。那你想，当一个社会制度里没有任何自由和民主的逻辑和概念里面，那这个社会能发展成什么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中国底层看到全是假的，所有国家给大家的数据全是假的，所有大家的新闻全是假的，所有你们能够见到的听到的周边上层的东西都是假的，就是因为当他在他的体制里没有民主跟自由的概念的时候，那这个一定是完蛋了，这个一定是完蛋了。公话没有成，还有人想公话呢，是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骗局，所以中国呢，如果将来要走好了，在政治制度的选择方面，一定要选择有真正民主跟自由逻辑的制度在里面，这个是必须的，大家就 OK 了。第二个呢，就是法律上的骗局，就是由于政治制度的错误，所以在中国实际上是没有法律的。法律是干嘛？是拿出来一个让大家看得见的所谓的文本。法律是处于在双方都没有权利、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条件下，有可能被落实的东西。所以法律呢，在中国更多的它像是一个画出来的一个所谓的饼，画出来的饼啊，没有真正的实际作用。在任何地方都是权利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趋势啊、概念、逻辑都是要高于法律之上的。所以，当一个国家没有法律，没有一个规则和标准要求所有人都这么干的时候，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得见，宪法是随便被践踏的啊，穿个白大褂，所有的宪法可以随便践踏。现在我们也都看得见，你们现在天天听有些人冒死贴出来的东西，揭发出来的东西，包括最近大家看到中建八局被人家民营企业冒死实名举报的东西。我们在座都应该知道，一个地方小小的民营企业敢实名制去举报中建八局，那一定是逼到了绝境了。这个老板已经觉得我将来除了要去做监狱或者是被倾家荡产以外无路可走，但凡还有路可走的，谁敢跟中建八局这样的机构去实名举报，你可能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是现在即使是这样的呢，我们也看到网上那么多人替中建八局去清洗，这件事几乎已经快不了了之了。啊，这个事儿你往前去推，你会发现无数这种不了了之的事情，犯了再大的错误，出了再大的问题，刑事责任，只要在中国有相关的权利啊，唐山打人案是我们看见的，但实际上呢，类似的案子在中国多了。所以唐山打人案宁可死一个河北省的副省长，河北省的公安厅厅长啊，这样的人死了，因为有权利，这个案子的真相大家仍旧是看不见的。所以呢，第二个最
大的一个东西，在政治体制错误的社会里面，权力永远大于法律。就为什么中国没有救啊？这个根儿枯了。咱们今天聊点比较色的话题，总结一下。所以没有法律。有人说讲经济，大家想想，当一个社会体系没有规则、没有法律的时候，你的经济怎么去建设呢？你所有领域怎么去建设呢？啊，你们的一切东西都是可以被掩盖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啊，是公安，人家在车上查车，他说我是公安的，在后面就算了。然后那个警察是个辅警啊，带着执法记录仪，坚定的要求下来检查司机喝酒。然后呢，这个事儿第一个处理出来的是什么？是那个辅警就下岗了，被免职了，后面的人都不知道。现在呢，我们也不知道，但知道管事的人一定是下岗了。啊，没有中央权力，那地方权力就很厉害。地方上，就算北京地方上的人到其他地方打官司，地方办事，那也要靠地方人说了算。没有地方人，你死就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其实这个体系在政治体制选择正确，如果像资本主义制度多党执政，竞选上去的执政党，那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大家就发现法律真的是个准绳。什么叫三权分立？法律真的是个准绳，触碰了法律，哪怕你是执政党执政官去触碰了法律，你也会死得很惨，你也会出大的问题。这就是体现政治制度正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由于政治制度错误，所以权力一定大于法律，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等于没有相关法律的时候，怎么往下走？对，第三个呢，就是在这种政治制度错误、法律没有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到的所谓的专家、所谓的什么权威、所谓的研究机构，全是用来骗人的。这些人呢，提供的东西呢，不是从社会里面底层上来的东西，而是根据领导的意图提供一个东西给社会大众看，也就是中国大家看到的我们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国外呢，他们叫独立的学术体系研究，独立的数字研究机构研究出来是给社会大众看的。美国的失业率，美国的 CPI， 美国的 GPI， 中国不是，中国是倒置的。也就是这些东西拿过来，要领导去确认应该什么数更有利于我的执政，因为政治错误，党凌驾于一切之上，政治错误，独裁体制。所以这些数就成为最后党来命令底下，什么叫专家学者研究机构去编造，编造完了呢，给社会大众看，用来去达成政治统治的相关的面积。就中国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让领导满意而去做的事情，一定要记住啊，任何事情都如此。中国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社会大众的需求，没有，不存在。所有的事儿都是为了让领导去满意，根据领导的需求和领导的诉求倒推这件事情的执行。那这件事情是不是祸国殃民？比如说中国为什么不做运石？领导说了这个东西不经济，这个东西做完了就算技术先进，但是它不能挣钱，在当时没有完全改革开放、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不能做，那么就不生产国产大飞机，就成为最正确的举动。我们有钱为什么不买呢？国际上有竞争为什么不做呢？但是当领导意识认为我们要做个 C919 大飞机，尽管什么都没有，尽管不经济，但是代表中国的魂儿，代表我这些领导有面子，就会一国之力去做个 C919， 哪怕它什么玩意儿狗屎都不是。这个东西做出来不经济，没有办法去产业化，不能实际应用生产。产量现在最多一年2架，2架完全是实验室化的相关产品，距离工业化产业化根本遥遥无期，门都找不到。而且就算这2架能不能真正飞得起来，能不能真正去应用，现在都是一个大的问号的情况下，那也得做。因为领导说了，研究机构就说领导说的对，我们得有自己大飞机，然后所有的文件就推出来了，中国做大飞机多么牛逼，什么带动发展，谁都知道是谎言是胡话，但是必须得推。所以呢，在中国呢，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学者，包括你现在在网上看到所有有名的这些什么专家学者，对研究机构出来的数据也好，谈的论点论调也好，说的东西也好，
全部都是按照领导的意志来说。哎，什么叫我们就汇率就暴涨，暴涨7.22多、7.1多暴涨，对的领导意识，所以呢来去做这个东西。体育呢，领导喜欢体育，所以国家呢就把所有我们的题材，全中国发明的题材，中间有多少这个中间赚的钱咱们就不聊了，最后这个钱靠一国之力把大家的钱拿过来。咱们都知道题材是没人中奖的，你们也都知道题材每次的头奖都是题材中心的人去领奖，现在被揭露出来的事实越来越多了。中国所谓的题材是一个标准的骗局，就没有社会大众中奖，中奖的都是题材内部的人，那个彩票那么多钱去哪儿了？叫奥运工程。所以中国我们的奥运冠军呢是拿钱堆起来的。中国我们平均都不说其他的，比如说大球，这已经是球类运动，这已经是最不贪腐的。我们一个参加球类的奥运工程项目的花费是正常美国和欧洲运动员的80倍到100倍，而至于到精细项目像跳水、游泳之类的2000倍。也就是这是把一个国家所有人的钱用骗局，所谓彩票赌博，把大家钱拿过来一块儿去发展一些运动明星。为啥？因为领导喜欢。所以当中国没有这些钱，我们奥运没有这些题材，题材下降了，题材没人买了，钱没了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发现中国体育啥玩意儿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拿钱堆上去的，就跟足球一样。当年有钱拼命堆在足球，一个运动员几千万转会下几千万收入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足球最起码看着还有点样子，还能踢个亚俱杯，还有个恒大，还买点国际队伍。你看现在中国足球露出来，我们现在连亚洲3、4流的球队都踢不过，这是真实水平。整个体育的真相就是如此，没有人去管，都是领导意识。